最近那帮美国老哥们儿啊，又开始犯病了。什么病？神经衰弱。而且这个病根啊，还出在咱们家门口的一架飞机模型上。对，你没听错啊，就是那个在航展上摆着的，长得跟科幻片里出来似的白地战机。哎呦喂，你要是看了最近美国那本什么国家安全期刊，那个场面啊，简直是比说书还精彩。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一个准尉叫巴莱什么的，名字咱也记不住，反正就是个带过兵的准儿。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分析咱们这架白地啊。他说这个玩意儿呢是第6代空天战机，厉害的能上天入地啊，直接冲出大气层。可是紧接着这帮美国专家自己就打起来了。一波人说这绝对是中国的战略大忽悠，这就是想骗咱们五角大楼多花钱，把咱们拖进无底洞。另外一拨人呢，阴阳怪气的说，那就是个木头模型，咱们理它干嘛呀？你瞧瞧，这就叫典型的看不惯你，又拿你没办法，不愿意相信是真的，又不敢不当真，这副自相矛盾、纠结跟麻花似的德行，恰恰说明一件事儿：美国人现在是真的焦虑了。咱们得先说这个白地它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吧，这玩意儿呢，最早是咱们中航环球搞的一个南天门计划的航空 IP。说白了，就是人家为了做这个文化展示，搞这个科幻文化，设计出来的这么一套未来的武器构想。里面呢不光有这个白地啊，还有什么鸾鸟空天母舰、玄女空天战机，还有战术机甲，听着就像咱们下班回家玩的游戏，对不对？这按理说这就是个创意啊，是个文化展示，但是别人呢可以把它当成乐子看，美国人他敢吗？他不敢呀，因为这叫贼喊捉贼，他心里面有鬼啊。各位应该还记得当年苏联是怎么垮的吧？80年代美国人呢搞了个战略防御倡议，外号叫星球大战计划。那个时候呢，美国人画了一大堆的大饼啊，什么激光武器啊、太空拦截弹、卫星轨道炮，那吹的是神乎其神啊。苏联人一看，嘿，这还了得，赶紧跟进啊。结果呢，苏联人把家底都掏出来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概念，最后呢，活生生把自己给拖垮了。现在报应来了呀！美国人一看咱们这个白地，一看这个南天门，他直哆嗦呀，他心里面琢磨，哎呦喂，当年我忽悠苏联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这么画饼的吧？那现在中国摆出这些玩意儿，是不是想让我当第2个苏联啊？这就叫受迫害妄想症。他太清楚这种真真假假的战略忽悠有多大杀伤力了。他看咱们这个白地那个模型，觉得每一道漆都透着一股子你要是不跟进你就说的嘲讽。你说这个事儿解不解气？其实美国人也不是打一开始就这么疑神疑鬼的，以前呢他们可狂了呀，那是压根儿看不上咱们。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这个歼20刚出来试飞的时候，美国那些个专家一个个的眼睛都长在脑门上啊，他们信誓旦旦对着电视机说，中国这个飞机呢就是个空壳子，那是木头刷的漆，徒有其表，隐身能力别逗了，发动机他们连个像样的风扇都造不出来，那更别提喷气发动机了。嘿，结果呢，啪啪啪打脸呀，那个脸现在估计还没消肿呢。现在歼20呢不光是大批量的服役了，还衍生出了双座版、改进版，在这个天上飞的那叫一个欢实呀。那咱们的发动机呢也不掉链子了，所以这帮美国人现在一看中国有什么新动向，这心理阴影的面积大的没边了。现在他们看中国的逻辑变成了，你说是真的，他怀疑是忽悠；你越说是假的，说这只是个科幻 IP， 他越觉得，哎呦喂，中国人肯定是在凡尔赛。他们越说是模型，这玩意儿背地里肯定飞了10好几回了。这就是中国技术的迭代速度给他们造成了恐惧。如果是普通的小国美国人呢连脸皮都不会抬一下，因为他知道你造不出来啊。但是中国不一样啊，中国呢是真的能把这个图纸变成实物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咱们的工程师队伍那简直就是工业怪兽啊。只要这个理论上通了从图纸到模型，从这个模型到实物那个速度快的让老外想报警啊。有一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倒是说句实话，他说
中国真正的进步是在那些已经验证的平台上。这话听着酸溜溜的呀。他的意思是歼20、歼35这些实打实的飞机啊，已经让他们够头疼了。那现在再加上这种真假难辨的6代机，他们简直要崩溃了呀。咱们再回头看美军自己啊，那个日子过得就俩字儿，糟心。他们的6代机项目啊，现在呢还在那磨洋工呢。说是2028年首飞，可是你看那个 F35啊，当初吹的是天花乱坠啊，现在成了个赔钱货。F35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升级吧没钱，不升级吧不行啊，那产能跟不上，成本还高的离谱，平时停在那儿维护呢，花的钱都能买好几辆豪车了。更别提那个软件系统，一天到晚的报故障啊，那就像咱们那个开了10年老出租，仪表盘上一天到晚的亮着红灯。在这个5代机领域啊，美国人呢已经快被中国反超了。这种实打实的工业实力碾压，让他们呢对咱们的任何航空方面的新动向都是神经过敏啊。以前吧，他们质疑咱们能不能造出来，现在啊，他们是天天打听咱们什么时候造出来。这种心态的转变啊，各位，这得拍桌子喝一壶啊，太长脸了。咱们再说回这个白帝战机一些细节啊，有些这个美国的分析师拿着航展照片，拿这个放大镜在那抠，他们发现白帝的武器舱被刻意的拉长了。中国人是不是打算在里面塞这个配备核弹头的高射音速导弹啊？听听这个想象力多丰富啊！虽然现在吧看着不现实，但是美国人不得不往坏了想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呢已经把高超音速武器这扇大门呢给踹开了。咱们已经展示过好多次的这个乘波体高超音速武器了，那技术端呢早就打通了。现在咱们缺的就是一个合适的平台，能把它带到太空边缘去放风。而白帝这个构想吧，它正好填补了这个战术的想象空间。反观美国呢，哎呦喂，说起来我都替他们脸红啊！他们现在呢连常规的高超音速导弹都没玩明白呢。那几款主打的高超音速武器测试啊，次次试飞啊，次次滋花，不是说飞到一半掉下来了，就是点火失败。那进度呢是一拖再拖，更别提把它小型化塞进飞机肚子里了。这种技术上的落差，让他们在面对中国的一个模型时，都觉得是在照镜子呀，照出自己的无能啊。所以他们疑神疑鬼，觉得中国肯定掌握了什么外星科技。那除了技术呢，美国人还有个最头疼的问题，没钱了。各位听听这个数啊，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高达38万亿美元，那是多少钱啊？那是咱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数不过来的零啊！虽然他们的军费看起来是挺庞大的，每年是大几千亿啊，但是那个钱都花哪儿了？大头呢都是被日常的维护给占了，养了几千架老飞机啊，还有这个养老兵啊，还有填补以前那些烂账，剩下能拿来搞这个颠覆性新技术的资金，其实也就那点唾沫星子了。所以五角大楼呢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死局，简直就是把他们架在火上烤啊！如果认定白帝是假的，那行，他们可以按兵不动，把这钱省下来。但是万一到了2035年，中国真的嗖的一声飞出一架真白帝，那美军将彻底失去未来的制空权啊！到时候他们只能在地上干瞪眼啊！如果认定白帝是真的，那五角大楼呢就必须大幅度的加预算，得投个几百亿啊、上千亿美元去追。这问题是，这钱从哪儿来呢？再借债，这会进一步榨干美国那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啊！就像是个已经跑了50万公里的老发动机，你再猛踩油门，那是会爆缸的呀！所以你看啊，咱们这个南天门计划呢，从头到尾也没说自己是军方的正式项目，咱们大大方方的说啊，这个就是个科幻 IP， 结果呢，硬是被美国人自己脑补成了战略威慑呀！这就叫哥们儿，我就在这坐着，摆几个乐高，你就已经吓出冷汗了。那聊到这儿呢，咱们得总结一下了啊。其实白帝是真是假吧，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掌握了尖端技术叙事的主导权。那以前呢，是美国人推出个新概念比如说什么隐身机、无人机集群、网络中心站，咱们在后面苦哈哈的追，他们怎么吹，咱们就得怎么研究。现在呢，风水轮流转啊，现在是中国摆出一个模型，轮到美国人头疼了。他们得动用全美国的智库专家、情报系统去分析、去争吵、去纠结，这就是实力的体现啊！如果你没有本事，你摆个飞船模型，
哎，人家就当你是个疯子。如果你真有本事啊，你就算摆个窜天猴，人家都得怀疑啊，你是不是研究出了新型轨道武器？美国人的焦虑啊，本质上呢是对中国工业实力的无力感，这种看不惯、拿不下、不愿信、不敢不信的纠结，就是他们衰落的最好证明。咱们家这个白帝啊，到底什么时候飞，咱们不急啊，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耐心。哎，等哪天呢，它真的在蓝天上拉出一道白烟的时候，咱们就去吃顿好的，给庆祝庆祝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了。你觉得中国的白帝战机是真是假呢？评论区聊聊哦。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